亲生儿子亲还是娘家侄子亲，对大多数母亲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到了武则天这里，却成了最大的难题。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登上皇位，开创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之奇迹，但也带来千古无解之难题，就是接班人问题。在武则天之前，历史上都是男性皇帝，皇位自然传给亲生儿子。武则天不是女权主义者，如果是，她会立女儿太平公主为皇太女。武则天内心仍然觉得，只有男性子孙才能延续香火。在这种想法的制约下，身为女皇的武则天实际上有2个接班人选，要么李氏儿子，要么武姓侄子。天下到底传给亲生儿子还是娘家侄子，成为武则天最大的政治纠结。当时武则天还在世的儿子是3子李显、4子李旦，比较受重用的娘家侄子是同父异母哥哥武元爽之子武承嗣、武元庆之子武三思。李显、李旦身上虽然流淌着武则天的血脉，但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姓李的。传位儿子等于武州江山落入外姓人之手，把天下拱手还给李唐。武则天苦心孤诣，冒天下之大不韪登基称帝，无异于白忙活一场。虽然武则天后来给李旦、李显赐姓为武，但她明白这是不作数的。武则天要确保武州江山万万年，永远姓武不变色，只有把天下传给娘家武姓侄子武承嗣或武三思。这2人在武则天夺权的路上鞍前马后，出力颇大。但如果他们接过武则天的皇位登基，只会在太庙中摆上父亲武元爽或武元庆的牌位，根本不会承认武则天这个姑姑的地位。武则天同样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武氏子弟即位后，极有可能将李氏子孙作为前朝皇室余孽斩草除根，他武则天等于断子绝孙。这个代价，武则天也无法承受。在这正反2方面的顾虑下，武则天始终犹豫不决，立不了一个继承人。她立李旦为皇嗣，让其居住东宫，礼仪规格、待遇和地位一比皇太子，一比皇太子，就像如夫人加了个如字，就不是真正的夫人了。在侄子这边，武则天则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武承嗣、武三思都在朝廷中枢的显赫职位上任职。武则天这边犹豫不决，她主意的接班人们先坐不住了。首先是武承嗣，他认为自己立功最多，且名字就是承嗣，自命是当之无愧的武家事业接班人，所以率先展开攻击，抢夺接班人位置。武承嗣先找到中书省中书舍人张家福，让他出面发动官员，让女皇迫于集体压力立他为继承人。但张家福猜不透女皇对接班人的心思，担心要是自己出头，万一惹恼了女皇就是万劫不复，所以他找来一个叫王庆之的地痞流氓打头阵，自己幕后指挥。王庆之在张家福的撺掇下，率小流氓数百人，在洛阳宫城外集会请愿，上表要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对此不置可否，批转宰相提出处理意见。武则天的这个态度表明了她心里的犹豫。张家福揣摩到了武则天的小心思，决定从幕后稍稍往前走一步，立刻去做宰相的工作。他要求宰相岑长倩、葛辅元在表彰上共同署名，明确表态支持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岑长倩表面上是支持武则天改唐为周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武则天杰出的政治才华，岑长倩和大部分朝臣认可武则天替儿子执政，甚至称帝。但这一切必须是在保证李氏子孙接班人地位的前提下。武则天去世之后，必须把皇位还给儿子，这是岑长倩等人支持武则天称帝的政治底线。因此，岑长倩在收到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的表彰后，毫不犹豫地直接反对，跟要求严惩请愿的人。武则天碰了一鼻子灰，又去征求宰相兼户部尚书葛辅元的意见。不曾想葛辅元面对武则天能杀人的眼神毫不畏惧，也是坚决反对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另一宰相欧阳通也表示反对。武则天手下的宰相班子没一个有眼力见，联手和女皇唱反调，武则天也只能暂时搁置此事。朝臣们的反对声深深激怒了武承嗣等武家子弟，既然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武承嗣首先撺掇武则天，让岑长倩率军西征吐蕃，此举是调虎离山之计，迫使岑长倩离开中枢。岑长倩刚踏上前线征途，武承嗣就在后方指使著名酷吏来俊臣整理他的黑材料。
罪状罗织完毕后，即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禁狱。随后，武承嗣与酷吏来俊臣继续打配合，武承嗣诬陷葛辅元与岑长倩共同谋反，来俊臣则把岑长倩的长子岑陵元、欧阳通等10余人牵扯进来，污蔑他们结成反朝廷集团，图谋颠覆武周政权。接下来，武则天下令将以岑长倩、葛辅元、欧阳通为首的反朝廷集团成员全部诛杀，并掘了他们父祖坟墓，以示惩戒。武承嗣自认清除了自己成为皇太子路上最大的3只拦路虎，就只是王庆之再次上表，继续要求废黜李旦的皇嗣地位，立自己为皇太子。王庆之经常有事没事就向武则天进言，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话，用现代的表达就是武承嗣是伟大女皇的伟大侄子，是极其优秀的武家事业接班人，武家天下不能让李家人给搞变色了，都快把武则天的耳朵磨出茧子来了。武则天不胜其烦，就把中书省副长官李昭德叫来，让他把王庆之拉出去打板子。李昭德性格刚正，敢于犯言执法，决定好好给王庆之和他背后的武承嗣上一堂现场执法课。李昭德将王庆之拖到洛阳宫城城南右边光正门外，当着朝廷百官的面先怒骂一通，再让手下猛扇王庆之耳光，打得王庆之七窍流血，最后直接将其乱棍打死。李昭德深知他当着百官的面打死王庆之，只是暂时震慑住了部分不轨之心，关键是给武则天的大脑打上思想钢印，重新唤醒他的舐犊之情。李昭德找机会私下向女皇进言，天皇高宗是您的夫君，皇嗣李旦是您的爱子，您的江山应该传给子孙才能千秋万代，怎么能立娘家侄子当接班人呢？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谁听说过侄子当了皇帝会把姑姑的牌位放进太庙的？而且陛下您的江山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而是从高宗手里接过来的。如果您把江山交给武承嗣，那将来高宗的在天之灵还能吃到太庙的供奉吗？岂不是要活活饿死？李昭德话里话外有2层意思，提醒武则天注意生前事和身后事。生前是及武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武则天执政的权力来自高宗的临终故托，他将全部国家权力交给武则天，是让武则天帮儿子看管江山的，而不是从儿子手里夺走江山送给侄子。这也是大多数大臣们的底线。武则天可以称帝，但武则天之后必须把皇位还给李家子孙。如果武则天一意孤行，执意立武承嗣为太子，那武则天执政的权力合法性便会丧失，武周政权就会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身后事及武则天100年之后的政治地位问题。古人相当在意自己的身后事，关心自己死后会不会有子孙供奉自己。武家子嗣确实和武则天同属武家宗族，但这些人肯定会优先祭祀自己的父亲，而不会在意武则天这个姑姑。武则天的牌位迟早有一天会被从太庙请出，不得享受香火，这是武则天无法接受的结果。相反，若是李旦接班，不管承不承认武则天的皇帝地位，总归要承认武则天的母亲身份。武则天在子孙后代心中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会永远被后世天子当成老祖宗供奉，年年岁岁享有香火祭祀。李昭德循循善诱，用夫妻恩情、母子亲情的感情和生前事、身后事的考量打动了武则天。女皇听后深以为然。李昭德又乘胜追击，给武承嗣上眼药，秘密觐见武则天。武承嗣的权力过大，陛下不得不防。武则天不解，承嗣是朕的爱侄，为何还要提防？李昭德说道：姑侄在亲，比得上父子亲吗？儿子都有篡位杀父的，何况是侄子？他一直想做接班人，却又不得志，万一动了什么歪心思，陛下您的大位还坐得稳吗？听完李昭德一席话，武则天凤躯一震。他想到另一件事，他与武承嗣、武三思的父辈武元爽、武元庆等人的恩恩怨怨。武则天父亲武士霍去世后，武元爽、武元庆和其他武氏子弟为争夺家产，百般欺负武则天母女，给年幼的武则天留下了面积不小的心理阴影。高宗乾封元年8月，武则天设计将已经成为一方刺史诸侯的武元爽、武元庆流放岭南，使2人在当地忧惧而死，总算报得当年仇怨。但是此事还有另外一层历史隐秘，如历史学者孟宪实所言，更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在长孙无忌事件之后，唐高宗很警惕外戚问题，
武则天为表忠心而牺牲了2个哥哥。武则天用哥哥们的尸骨向高宗纳上投名状，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直到8年后的上元元年3月，武则天为增加驻守，才将武承嗣、武三思等侄子从岭南陆续召回长安。虽说武承嗣、武三思指天誓地、咬牙跺脚，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经深刻理解了武则天当年流放他们父亲的行为多么正确、光荣和伟大，但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人心隔肚皮，武则天无法得知。8月15，武则天迅速进行调整，免去武承嗣的宰相之位，明升暗降为没有实权的正二品文散官特进，将堂兄武怀道之子武攸宁罢相，同时任命李昭德为宰相，填补武承嗣的空缺。按照谁获得利益最大，谁就有可能是幕后推动者的政治逻辑。武承嗣认定是李昭德在罢相的事情上捣鬼，就照葫芦画瓢，在武则天那诋毁李昭德。没想到武则天根本不以为然，武承嗣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奄奄而去。武家子嗣受挫了，但是武则天也没有明显倾向于儿子，而是在儿子与侄子之间来回摇摆。武则天之所以不明确表态立子还是立侄，有更高一层的政治考虑。武则天深知接班人问题可以让朝臣之间产生分歧，有效平衡不同利益集团。当支持李氏子孙的大臣集团力量过大，他可以通过扶持侄子来制衡李派大臣；反之亦然，当支持武家子弟的大臣集团力量上升时，他可以通过偏向儿子来制衡武系大臣。只有让两派力量处于平衡，武则天才可以轻松操控朝政。然而，这样的平衡术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武则天并没有真正做出选择，而是逃避了选择。她也并非长生不老的神仙，她是会死的。到那一天，她自己不做出选择，历史会代替她做出选择。神龙元年正月，皇太子李显与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斩杀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宗昌。已经82岁的武则天再没有精力和能量夺回权力，不得不把皇位归还给李唐宗室。随后，朝廷中枢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变。先是景隆政变，太子李仲俊被杀。景隆4年6月，韦皇后毒杀唐中宗，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又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氏，唐睿宗李旦复位。先天2年7月，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争权，李隆基抢先发动先天政变，太平公主被杀，唐睿宗李旦禅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之争才落下帷幕。权力的交接极少有温情脉脉的和平协商，历史的底色终究还是由暴力和强权来书写的。